兄弟们又来活了啊 ！EA888，说实话，这一个故障修得我好累好累。明明是秒杀的故障，最后却被他折腾得心力交瘁。要不是放不下我心爱的徒弟，我都准备买站票跑路了。大众途观，车主来修发动机故障灯无缘无故点亮，车主说已经更换了火花塞、喷油嘴和进气支管，还清理了缸内积碳，但是故障依然存在。故障码可以清除，但是开一段时间又会点亮。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神仙故障码那么难搞。P2188气缸裂燃油测量系统台数转速时系统过浓。看到这一个故障码，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之前的维修思路肯定全错了。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修的时候可能还有其他故障码存在，最后其他故障码排除了，只剩这一个没办法排除。接下来关掉空调，根据我们以往的维修经验，先看一下这几组数据流。这是 2.0 的发动机，空气流量稍微有点偏高，但是其他的空燃比我们看到有时候浓，有时候稀，非常的不稳定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看了，先看一下106组数据。在这里我们主要看这个油轨的实际压力，现在台数的状态下它是正常的，接近40。接下来这一步很重要，首先我们把发动机熄火，然后再点亮仪表，这时候不要启动，然后我们等一会它重新连上数据流。这时候我们观察它的实际轨压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轨压在一直的往下掉，而且掉得非常的快，不一会就跌到20以下了。这点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高压油泵泄压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漏。但是这个漏去哪里了？我们外面是看不到的。接下来我告诉大家漏去哪里了。打开机盖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气支管的确是刚换的一个全新的进气支管，然后这一个就是它的高压油泵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机油盖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们会闻到一股很浓的汽油味，这是因为高压油泵的汽油泄漏到机油里面去了。为了验证这一个猜想，我们把高压油泵给拆下来。拆下高压油泵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一个弹簧干干净净，好像是刚清洗过一样。正常情况下它应该吸附有很多机油在上面才对，因为它需要润滑嘛。但是由于高压的汽油从中间的轴心喷射出来，将弹簧表面的机油都清洗得干干净净了。找到了原因，接下来维修就简单多了，更换掉高压油泵，然后机油也一定要更换掉。原厂件太贵，出门不保，所以和车主商量了一下，最后买了一个品牌的，把新的汽油泵装上，然后把机油也给全换了。接下来清除故障码，外出试车，试了一圈回来以后再看数据流，熄火以后再次点亮仪表，我们可以看到高压油轨的压力蹭蹭的往下掉，甚至我们看到比旧的掉的还要猛烈一些，这肯定没办法交车，于是第一时间联系了供货商，供货商也是爽快，马上又给我换了一个。但是有一就有二，有二还会有三，高压油泵是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但是数据流一点都不给面子，该掉它还掉，最后不得不怀疑这个品牌有问题。但是供货商说他卖了几百个，没有一个退货的，怎么到了我这里换了那么多个都不行？建议我查查其他的原因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想问一下各位同行、各位大师，如果是你眼看着高压油泵已经换了5、6个了，把供货商的家底都给掏光了，但是故障还是依旧，像这种情况，你还敢不敢坚持你的判断？还敢不敢继续换一家供货商，再继续更换高压油泵？我想这个时候很多人心里都打鼓了吧。说实话，这些汽油泵换着，连我自己最后都有点不相信自己了。换一个不好可以理解，换2个不好还勉强能接受，但是接着再换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个的时候，我想这个时候就算你不疯掉，供货商都会有把你砍死的冲动。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猜我最后换了多少个泵。现在已经试车了1个多小时了，现在我直接停车在路边，然后熄火再点亮仪表，我们可以看到高压油轨的数据流在缓慢的往上升，这才是正常的现象。升到一定的数值它会稳定，哪怕你把车放在停车场1个星期，它的高压油轨压力也不会低于40。现在我们已经在路上跑了1个多小时，故障码没再出现，然后油压也正常。接下来我就开着这一辆车去退这些高压油泵。当然在这件事中供货商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，我说不行，他二话不说给我换。最后即使我说不行全退，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全给我退了，格局开得大大的。最后这一辆车本来是秒杀的故障，硬是折腾了2天才修好。